我不是说过吗？红鼎的命运也许就掌握在一个贴身保镖的手里。请进。云总，今天公司有14个高管没来上班，您看我们该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这些人把公司的股份全抛了，然后全跑了，这是临阵脱逃啊！现在公司不仅丢失了股份，也丢失了人手。员工们要是有样学样的话，你们人力部的事，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？你手下那么多人事专员，没有一个能用得上的吗？去联系，去找啊，还能怎么办呢？云总，您别着急。我为什么要着急？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有什么可急的呢？云总，咱们看这些也没用。我早上一直在问自己，如果爸爸还在的话，他会怎么应对这些事情？你也不能这么想。这次冲击力之大，也是从我进公司以来第一次遇到的。红鼎不能就这么倒了，我们的电商计划才刚刚站稳脚跟。对，我们得赶紧想办法。现在的情况是，网络上有一份虚构的市值报告，让投资方对我们的信心大减。有人想趁机收购我们的股份，我要将股份回至，但是资金又被魏中生拖住了。我们一旦违约，天浪就会出动法律援助，帮助投资方来起诉我们。公司最近因为有人泄露了报告，搞得人心惶惶，有人收买了公司的高管，有人趁机卖了公司的股份，还有人应该在观望中。我该怎么办？我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啊？商战里没有什么奇招。什么？商战没有什么奇招。投资人比的都是钱投了多少，投资人的信心、信息网、关系网的广度。那现在红鼎的每一步都已经受人牵制了。对，所以我说没有什么奇招。以往红鼎被动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这样去应对的。投资人没有信心了，我们就逐个打电话联系、见面，让他们恢复信心。资金链断了，我们就想办法沟通，抽调项目资金过来填空。云总，现在公司只是逆境，还不是绝境。您不用看那些媒体报道，他们都是墙头草。您休息休息，喝杯咖啡，到楼下去转转，让员工们看看，我们的总裁还没倒，公司还没输。你说的对，光想是没有用的。转一圈后，您首先去找投资人，跟他们见面解释，让他们看到您的态度。商战比的就是谁不肯服输，谁是工作狂。老云总他就是个工作狂，而且从来都不肯服输。红鼎现在腹背受敌，
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敌人安插进来的间谍。你说，我现在重新运作红鼎，还来得及吗？您只管负责运作红鼎，来不来得及是我们的工作。那我们下楼走一走吧。好。我觉得是不能干。我都干了，我到现在。怎么干？不发工资怎么干？那肯定是不能干的。对呀，不走这个职业，是不是？对呀。几位老哥，你没开工啊？你是管事儿的吗？不是。啊，我是这儿的业主，这不定金交了，然后这不开工，我没房子住啊。别问我，我们也想开工啊。从昨天夜里开始，不觉哪来了几个工会代表，说这个红鼎赛车出问题了，付不起我们的工钱。今天不把我们的工钱结了，我们就不开工了。对呀，我们不干了。不给钱我们怎么开工啊？不会啊，这事儿你们自己闹过了吗？对呀，从那以后我们的工资都是按月发的，不知道这个红鼎出什么事了，不发我们的工资了。说到底，这几个工会代表是哪儿来的？对呀，红鼎到底出多大事了？连我们工资都不给加。对呀，是啊。在新闻里我看到有人挪用公款，这新闻都演了，是不是？新闻都看见了。咱们干吗？都看见了吗？不能干了，这么冷的天儿啊，这么着急的活儿，干不了。你们是干啥的？睡觉是干什么了？对呀，这别人的调戏咋了算？对呀。徐总监，我相信你。什么？公司上上下下上百间办公室，如果只凭我一个人的力量，真的是杯水车薪。我想现在你最清楚员工需要的是什么，该是你和你的人事部出马的时候了。那您呢？我要去见下投资人，这个时候，他们才是我最需要见的人。我明白了，您只管去，后院交给我了。你和宋兰真的事就到此为止吧。您好，请问需要点点什么？给我来杯咖啡。好的。你们这儿最大的带宽是多少？对不起，我不太清楚。这个人是干嘛的？在这问东问西的？不太清楚。行，盯着点啊。好的。您好，您的咖啡请慢用。雕虫小技。师傅好。今天没带丝巾啊？师长好。咦？怎么了？啊，施总，你看，好像有个水晶集团在帮我们讲话，所有的言论也都对我们有利了。现在，网络新闻也改口了，现在说那份报告是在造假了。公关部怎么那么牛逼呢？
你们这回家是有意义吗？红牛能给你们1分钱吗？你们说的这种事儿，我不可能干。让你配合我们，不是让你把房子毁掉。知道什么叫质量检查吗？是不会这种人住进去的。那也不行，这种事情我的路人做不出来。也不动脑子想想，红牛不给你开工资，再不跟我们合作，你们兄弟吃人吗？总之钱不到位，红警绝不能复工，这是工会的决定。工会能决定这个吗？工会当然能决定这个，我们是工会派的代表。嘿，大哥，你就是工会的啊？对啊。啊，工会的是吧？站住！滚！看，胆子挺大呀，跑这儿来撒野。我问你，谁派你来的？说。工会是工会派我们来的。工会？哪儿的工会？工会的王先生。王先生。其实我们这是小淘汰公司的，那边老板打电话让我们这么做的。你知道他们俩到底什么人了吧？你们到底哪儿来的？其实是一个小公司的高管给我们打电话，让我们过来给红警施加压力的。他说他们将会有什么大动作。岂有此理！两个什么玩意儿跑我这儿来撒野了？去！你赶紧组织工人开会啊！您二位是？我们是红鼎集团危机公关专员啊！我是老大，他是老二。冒昧的问一句，你们二位有证件吗？不会跟他们一伙儿不，你什么时候见过危机公关有证件啊？啊，行，你赶紧去找工人复工，快去！那个匿名老板，你们两个都见过吗？好，那你们把他的相貌、给你们的资料，还有给你们布置的任务，都给我说清楚。说不清楚，我让海盗收拾你。谢谢。云总，这次你亲自过来找我说这些事，我确实很感动。红鼎的事情我已经弄明白了，我相信您，这次难关，红鼎一定会撑过去。您能这么说，我真是太谢谢了。您放心吧，我手上的股份谁也不会卖的。哎，云总，您那边怎么样？我这4个投资人，我说服了3个。公司这边算是基本稳定了。新开发区和网媒那边好像有人在帮咱们，燃眉之急算是解了吧？我马上就回去，下一步等我回来再商量吧。好。你让那个加班的同事都休息吧。好，行。哎，小张，你干嘛去？我要和他去工作。你忙你的去吧，没眼没见的。早就有点事找你。今天怎么没穿裙子呀？我今天换个风格。换风格，这衣服不错啊。哎，石头，我刚见过投资人，现在要回集团了。你在哪儿？我还在戴总这里，他怎么说？到现在还没什么进展。如果他实在不松口，你就先回来吧。知道了，先这样。如果你要先回家，给我打个电话。好。我要走了。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不能说走吗？
怎么，没胃口啊？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什么意思？集团在被人攻击，我的朋友、同事、妻子都在努力保护集团。你让我在酒店里待1天，只是看看电影、吃吃喝喝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这有什么呀？你就算过去，也帮不了什么忙吧？我真的走了，世东需要我回去。你现在留在我的身边，比留在他的身边有帮助吧？那你就给我个准话，你到底想不想帮红鼎？其实你今天一天表现都不错，到这么晚了还能沉得住气。但是刚才接完那个电话，我对你的评价清零。好，那正好。再会。等等，跟我回房间。不错嘛，没有趁我洗澡的时候溜掉。你要跟我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一步，其实斯特林没有必要跟你们任何一家集团合作。你说什么？你想啊，合作的初衷是想让3大巨头互相竞争、互相残杀，斯特林就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来接盘。但是你们旗鼓相当，第一天就打得火热。这么看来，只要引导你们继续竞争，最后的结果也就是3败俱伤。这样，3个集团的实力空虚，斯特林还需要合作吗？直接收购胜利者不就行了？既然这样，你给红鼎一些支援，让红鼎撑到最后。对不起，我先走了。没错，这样做的性价比是最小。但是，要不要呢？我只是你的保镖，请自重啊。保镖又怎样？反正东南亚市场打开以后，收购也好，合作也罢，只要我做的舒服，就怎么做。你一直都是这么经营集团的吗？如果你1个小时赚100块，你还会在乎一盒火柴卖1块还是卖5毛？如果你想谈判，就给我一个能接受的条件。留在这里过夜，也许能多给红鼎1天的时间。这已经很给云总裁面子了。要是换做别人，顶多也就1、2个小时。恕难从命。马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所有事都办完了，不回来我干嘛去啊？哦，哎，不是说帮老大替红鼎减压吗？减轻了呀，新媒体跟自媒体的言论我都已经控制了。既然选完了，那我不回来我干嘛去啊？可以啊，姐，这招挺厉害的。当然了。
什么？你确定？他们是这么交代，我觉得是实话。不行，这事儿得我亲自去查清楚。注意安全，你早点回来啊！行了行了，我也得给老大打个电话。喂，老大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呀？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？没电了。今天有你的比赛，你没来。对不起啊，小雅，我忘了。你怎么回事啊？电话也不接，比赛也不去。你还不知道吧？红顶和苏轼开战了。什么？